大家好啊，欢迎观看我们新一集的《钢铁雄心四》啊。那么在上一集里面，我们成功平定了西南，在这一集里面，我们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话不多说，马上开始我们今天这集游戏啊。随着西南叛乱已被平定，终于可以继续改革了。之前的这一个国策推行我们都没有完成，叛乱就爆发了。现在是时候把它完成了。诚然，每个中国人都喜欢自主研发设计的感觉，但在这个时代，天才常常与疯子只有一步之遥，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既然我们可以从外国借到所需要的设备，为什么还要愣在原地，期待我们的科学家灵光乍现呢？几个月以来，一个名词正在中国的大学和技工学校反复出现，那就是创新。创新仅仅是指我们一直以来走过的科学进步之路，但这似乎也带来了学术界和工业界的新一轮复苏发展。虽然从很久之前盖房子的方式就已经是这样子了，也许你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但我们还想在下个世纪之前建立起座现代化的工厂呢，所以还是赶紧按吩咐订购起重机吧，是时候使用现代建筑设备了。虽然我们很擅长根据蓝图生产设备，但下一步我们必须学会自己绘制蓝图，为产品格式和名称制定全面标准，将便于我们在中国任何一个角落绘制容易理解的原理图。为了促进不间断、可持续的工业产出，我们必须提升我们的运输和物流能力。随着数据处理电子化和无线电电话的铺设，我们可以通过远程监控来满足我们的目前需要。财阀对中国的剥削，使得中国大地上只存在着日本企业。直到最近，我们都还没有任何推翻他们统治地位的希望。中国人所拥有的仅仅是餐馆和肮脏的酒吧，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我们已经组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企业集团，来维护我们的主导地位。之后我们就能创造一个以南京而非东京为基础的中国经济。随着我们最近在设备和后勤方面的进步，我们现在可以生产足以养活2倍日本人口的作物。我们将分出相当一部分促进大规模出口，以巩固我们在大东亚共荣圈中的关键地位，并最终赋予我们急需的谈判筹码。既然主要国家机构和工厂办公室中到处都是计算机，我们就可以把它们送回工厂车间。我们可以改进键盘的规格和内部语法，来使其更适合输入中文而不是日文，之后再对其进行逆向工程，以便我们可以生产特定功能定制的更为廉价的型号。对技术投资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为此我们将支持专门成立委员会和信托基金，以鼓励和加快工业科技的发展。在工厂标准化的同时，我们对工厂内的劳动者也进行了一系列类似的改革。严格的轮班工作和工作评估将确保机器静止时间永远不会超过一次心跳的时间。优良的管理依赖于优良的通讯，因此配备强有力的现代通讯方式，我们的效率能强劲提升。每间工厂都要有电话线，每辆货运卡车都要有无线电，每个城市都要有呼叫中心。我们现在拥有了能够让我们对标准系统进行2次修正的技术和资源，从而创造出一种使用一致性模块化的标准系统。这将使我们只需要几个模型就能在不同的任务和环境中发挥作用。依靠邮递员的时代已经结束，随着步话机这种从短距手持式无线电的部署，快速通讯模式将彻底改变。从主管直接协调员工到工程师实时解决问题，几乎所有级别的工业管理都将受益。如果要说过去30年的战争给了我们什么教训，那就是空军力量至关重要。有鉴于此，我们必须采取措施，确保我们不会对天空形势视而不见。在大陆和沿海的关键地方设立大型雷达站，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当然，这种设施的目的只是为了帮助商业航空交通而已。鉴于间谍活动对内部安全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建立可靠的安全线路，通过巨大的连接网络连接起电话线，加上更多的动态加密，应该能提供我们所需要的隐私。现代装备研究投资为我国工程能力的进步奠定了基础，每天都会有一小撮学生和专家为更坚固、更庞大和更高效的基建设计而奔忙。只要稍加努力，他们很快就会部署好，准备投入工作。利用新改装的计算机，国内和国际的情报工作能够大大加强。现在我们可以拦截敌方组织的信息，并采取初步措施。整个工业化进程产生的伟大理论和进步正影响着工业劳动。电池驱动的电动工具和精密的装置只不过是我们众多研究成果中即将部署的设备。每间工厂都将配备计算机，并通过安全电话和中央管理部门持续联系。以效率之名，一切可控之物都将纳入我手。我们在设计和生产上取得了很大进步。过去邀请的日本工程师现在已是多此一举，他
他们过去教授我们的知识，现在已经成为常识，他们也清楚这一点，不久后将返回日本。我们现代化努力的最后一步，将中国带入现代化所需要的一切资源、手段、方法和知识都已入手。我们需要去做的就是保卫人民的意志，令社会平稳过渡，适应新的现实。伴随着科技现代化的完成，我们终于重新回到了那个我们离开很久的世界舞台。早在日本人来了之前，在百年屈辱之前，全世界都畏惧着我们。现在那个时代回来了，不好了！突发事件打断了我们的改革。在中国，一场恐怖山雨欲来，但现在尚可控制。揭露出来的文件显示了日本操控的恐怖秘密，这种恐怖不会轻易随时间而消失。现在我们必须进行筹划，如何不让这些文件落入媒体之手？如果文件公之于众，又会怎样？只会给中国造成持续数十年且无法挽回的伤害。文件最终还是公布于众了，危机开始了。日本商人一言不发地离开中国，中国工人阅读了报纸，了解到了困境，进而感到绝望。中国在走向崩溃，没有人能否认。但是人们全部看向了南京，看向了中央。我们应该怎样平息危机，或者至少将危机缓和？高总统会怎么做？他平时的本事能管用吗？今日一份涉及日本财阀操控中国经济、掠夺中国资源的报告被披露，引发社会动荡。报告披露了某些日本财阀中的纨绔子弟在中国境内犯下的种种罪行。更有甚者，报告逐一列出日本财阀如何从中国工人与农民身上榨取财富，每一分日元都充斥着血泪。同时，报告中涉及中国政府的态度更是令人深思。无论是对人民的苦难冷漠旁观，或者是官僚体制的僵化无能，均令国人寒心，暴露出了治理的深层问题。这一系列暴行和掠夺的背后，无非是日本财阀借助中日关系中的不平等地位，对中国百姓赤裸剥削。显而易见，日本介入中国经济的本质是以压迫为根基的不平等关系。今日这一公开的秘密已经被揭露，现在无论是谁，都再无可能对此事闭口不言。时机已至，天翻地覆。日本人再也不能奴役我们的人民，窃取我们的食粮来满足他们自身的病态需求了。中国人民将获得真正的经济自由，这不仅是为了我们国家经济与安全，更是为了民族。我们将立即采取措施，遏制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并将日本财阀赶出中国。即使这会在外交上引起日本人的强烈不满，但为了中国的黎民百姓，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在我们的国土上，中国工人却在日本的垄断企业里谋生，我们的市民甚至养不活他们的家庭。这些寄生虫再也不能榨取奋力工作的中国人的血汗。我们将鼓励那些有潜力的中国企业家发展，同时增设各种规章政策，以迫使日本企业的力量退出我们的市场。许多日本投资者都已经卖出了他们的资产，与其相关的中国投资者也选择了退出，把钱置于对国家的忠诚之上。在这场危机中，只有人民显露出对我们坚定不移的忠诚，他们的毅力一定会得到奖励。自龙云那场血腥的叛乱被击退之后，已过去2年，西南诸省重建已经完毕，这烂摊子终于可以放下了。环境不稳定，对改革的要求和罢工都损害了人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由于我们的方案更加注重中国本土企业，日本财阀再也不支持企业投资中国了。从工厂到矿山，甚至是餐厅，所有一切都被撤回了日本。不过，中国企业会填补上这些日本公司的空白。在中国的主要城市中，在窗户上贴标语已经成为了日资企业的一种趋势。这些标语写着"关门了，去谢谢你们的总统吧"。这些日本人在卷铺盖回家之前留下了这些羞辱我们的标语，但真正令人感觉耻辱的是他们离开后留下的这些破败的建筑物。现代国家是自由国家，只要东京操纵我们的改革，我们就永远不会自由。所有这些妄想都得追溯到日本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为什么我们要请他们来把中国塑造成他们的形象呢？他们曾经让我们失望过一次，但绝不会让我们再次失望了，因为我们将主导改革。中国工人赚来的日元让那些贪官污吏吃得满嘴流油，现在是时候让他们清醒一下了。我们对本土工业的重视引起了商人们的警觉，那些垄断者不情愿地退回了日本本岛，或者是前往大东亚共荣圈的其他国家。再见，再也不见。我们早就料到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了，日本企业纷纷撤出，给我国经济造成沉重打击。
但这是为了中国的福祉。我们驱逐日本的企业，就会为自己人腾出空间。我们得保持冷静，更麻烦的事还在后面。而我们将建立起来的是一个自由的中国，决心将指引我们克服失业的痛苦，并最终强盛起来。从高总统执政伊始，我们就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拥有现代化方案，我们能从零开始，直到对建设经济略知一二。我们的成功给了我们些许回转的余地。尽管还有许多不足，国际业务再次带给了我们机遇。尽管日本人之前把标语作为反对我们政府的一个着力点，但中国商店的老板却很喜欢这些标语，他们自豪地展示了自己的标语，赚大钱了，谢谢我们的总统。我们驱逐日本人的努力起效了，但或许效果好过头了。来自日本的知识分子意外地离开了我们的大学，日本留学生计划回国完成他们的大学学业。尽管这并不是我们的本意，但这为我们本国的学生提供了获得大学教育的空间。我们驱逐日本人的最后一步就是对财阀施加限制，课以重税。中国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它已经分裂了几个世纪，但是尽管困难重重，我们还是团结了起来。我们已经进入有史以来最漫长、动荡的分裂时期。如果我们想再现过去的辉煌，我们必须进行真正的系统性改革。我们必须铲除腐败，重振经济，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设一个新中国。教育和课程改革将我们的人民改造成了符合欧洲文艺复兴人理想的高素质人才。他们在广大艺术、科学、数学方面的研究颇有建树。经过几年的改革创新，我们已经从曾经受文盲人口困扰的社会，逐渐变成一个人才富裕，甚至有50名男女排队等待工作机会的先进社会。此种光景比比皆是。我们的教育课程在涵盖内容、深度和广度上都与美德日三国一脉相承。接下来我们还需要继续教育事业的创新之路，但目前这一阶段的工作算是圆满完成了。我们的教育、科技、工业现代化改革都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剩下的就是军事改革了。不过那就是下一集的事情了。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不妨点个赞啊，再订个阅啊，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我最新的视频影片了。那么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里了，大家再见。